我死后第7天，儿子为了女人，竟要让陆家断子绝孙。爹，你没死？我不死，怎么看得见你这出好戏？我打拼20年打下金环集团，头期还没到，你就要把全部身家送给这个女人？他怎么敢这么跟陆总说话？陆家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爹，股份是我自愿转的。自愿？那就看看你捧在手心的女神到底是怎么算计你的。婉晴，这不是真的，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。是真的又怎样？我从来没爱过你，孩子是林默的，要不是为了钱，我连看都不看你一眼。你这种废物，真以为自己配得上我？我不在乎，孩子我养，只要你留下，婉晴，我求你了。废物！苏宏远，你借我儿子的手吞了我176亿，今天该清算了。苏宏远，你借我儿子的手吞了我176亿，今天该清算了。陆董，误会，我马上还钱，咱们一笔勾销。一笔勾销？在座给宏远事业放过贷的各位，他现在已经资不抵债，我只要提起诉讼，他名下所有资产会立刻被冻结。现在去要钱还能拿回本金，晚了就1分钱都拿不到了。还钱！陆董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！陆京渊，你敢动婉晴，我就跟你拼命，让陆家断子绝孙！钟叔，报警，把他转移公司资产、泄露商业机密的全部证据提交给警方。是，老爷。哼，苏小姐，你等的林默怎么还没来？林默，快救救我！哼，我比谁都清楚，上辈子我被林默害得集团覆灭，成了早该出局的炮灰。重活一世，我偏不信命，我走的每一步都是合法合规的商业自救。陆京渊是吧？婉晴是我的人，你动她，问过我了吗？陆京渊，林默是华尔街投资鬼才，动手脚就能让你的公司完蛋。林先生，快收拾他！这老东西不把我当人看。哼，林默，华尔街投资鬼才，妙手回春的神医。3个月前你的原油期货操作，靠的是窃取投行内幕消息吧？半个月前给京城陈老开的药方，是偷了国医馆的保密配方改的吧？你以为这点上不了台面的本事够用？我既然敢躺进棺材布局，就没给任何人留翻盘的机会，包括你。林默，这些证据提交出去，你至少要坐10年牢。你想英雄救美，就替苏家还了这176亿，我可以给你留条活路。陆先生，我们接到您的报案，苏宏远、苏婉晴等人涉嫌商业诈骗，现依法抓捕。涉案主要人员都在这里，麻烦各位了。我错了，不准带走婉晴，要抓就抓我，钱是我自愿给的。他也是涉案人员，涉嫌转移资产、泄露机密，一并带走。陆京渊，我是你亲儿子，你居然报警抓我，我恨你一辈子！我陆京渊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等等，苏家欠我的176亿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替他还？176亿？你穷疯了吧？钱是苏家拿的，人是你儿子送的，跟我有半毛钱关系。你儿子自己蠢，怪得了谁？林默，我肚子里怀着你的孩子，你说过会对我负责的。孩子，我早就查清楚了，你分给我的那几千万我都记着。别想拉我垫背，我早就查清楚了，你分给我的那几千万我都记着，别想拉我垫背。陆先生，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只能锁定苏宏远、苏婉晴、陆子昂3人，林默的涉案证据还需要补充侦查，暂时无法实施逮捕。陆京渊，你别太得意，3天之内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没有命要这176亿。林默，合谋诈骗，共同侵占公司资产，这些证据够不够让你跟他们一起进去？哪怕他不在场，也早已布下天罗地网。老爷，我们在灵堂周围抓到了3个形迹可疑的人，身上带了监听设备和管制器械，查出来是林默提前安排的人，想趁乱对您下手，已经被我们控制住，交给警方了。
意料之中。陆京渊，你完了！林默不会放过你的！你给我陪葬好死！老爷，华尔街有大笔资金抽空我们集团，港股暴跌12个点。操盘手确认是林默联合海外对冲基金砸了至少200亿进来。把我机构专户的期货交割单投到大屏幕上。327.6亿，327.6亿！陆董什么时候布局的空单？这比林默砸进来的本金还多。3个月前，我就察觉到有人暗中吸储，开始通过合规的海外机构专户布局空单做风险对冲。1周前，我决定假死，就是为了引蛇出洞。林默做空不过是撞到了我的枪口上，他砸进来的200亿刚好给我抬了轿子。这一波暴跌，我又赚了100多亿，补上苏家的窟窿还有剩余。对了，京环集团的股票回购计划我早就通过了董事会审批，现在这个价格刚好是抄底的最佳时机。我手里还有300亿现金，准备全部买进自家股票。陆京渊，3年不见，你布的局还是这么狠。我以为你退休后会消停点，没想到连假死这种事都干得出来。你来的正好，这出戏少了你就不完整了。妈，救我！我爸要把我送进监狱。我不来，怎么看你假死抓鬼的大戏？妈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闭嘴！你爸把你送进去，一点都不冤。3年掏空公司200亿。帮着外人算计你爸，你还有脸喊我救你？这里面是他转移核心技术全部证据，比你手里的还全。3个月前我就开始收集了。谢了。不用谢，但你太小看林默了，他不是冲着股份来的，他是冲着我们藏在海外的新能源专利来的，那个估值5000亿的核心资产。那个专利是我们最大的底牌。除了我和秦岚，没有第3个人知道完整核心内容。陆京渊、秦岚，你们藏了20年的秘密，我全都知道。那个专利很快就会是我的。林默，你黑进我的系统！你以为你赢了，陆京渊？你不过是在我画的圈里打转。你以为你算计了所有人，其实你才是被算计的那个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林建军是你什么人？20年前，林建军是我的创业合伙人，最终因挪用公款、泄露技术畏罪跳楼。我爸，20年前我15岁，亲眼看着我爸从公司大楼跳下来，摔在我面前。这20年，我每一天都在等今天，这笔账该算了。是你们2个联手把我父亲排挤出公司，侵吞了他的技术研发成果，让他最终绝望离世。你拥有的一切本来都该是我的。你胡说！当年是你父亲违规用公司资金泄露核心技术，最终才选择了极端的方式。我们甚至还帮他还了一部分外债。成王败寇，你们赢了，自然想怎么说都行。不然你以为我接近苏婉琪，哄着你儿子掏空公司是为了什么？他们不过是我的棋子。我要你身败名裂，把吞掉我林家的东西连本带利吐出来。陆京渊，我给你个机会，3天之内把京韩集团51%的股份和新能源专利转到我名下，再登报给我爸道歉，不然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陈老好。陆董，谢谢你。要不是你，我这条老命就栽在林默那个伪神医手里了。陈老，快请起。各位，之前传的林默用祖传秘方治好我的病，全是假的。那个方子是他偷了国医馆的保密配方，改了几味药，不仅没治好我的病，反而差点让我肝肾衰竭，住了半个月 ICU。多亏陆董提前把证据发给国医馆，才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。陆董，从今天起，你的事就是我陈敬山的事，谁敢跟你作对，就是跟我陈敬山作对。老爷，金融监管部门发了公告，林默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，他在国内的所有账户全被冻结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行啊，陆京渊，连陈老都被你请动了，你到底还有多少后手？老爷，不好了，林默跑了，半小时前坐私人飞机出国了，那边刚传来消息。
跑了，他就不怕被通缉？跑了才正常，不跑等着被抓。他要是没这点省饭，早就被我拿捏了。可他跑了就是放虎归山，他手里还有华尔街的人脉和海外资金，随时能卷土重来。我早就料到他会跑，他出境的那条航线是我故意给他留的。你疯了！你故意放他走？你们以为我傻？林默在海外还有30多亿资金分散在7个离岸账户上，他跑出去就是为了动用这笔钱，联合海外资本再次做空我们。可他不知道，那些账户3个月前就被我通过合规渠道监控了。他跑出去，我刚好借着这个机会，把他海外的人脉和资金连根拔起，一次性解决干净。你从揭穿他内幕交易时就料到他会跑？在国内抓他最多判10几年，放他出去才能把他背后的人全引出来。他背后还有人，能量比他大得多。我要的是一网打尽，不是抓条小鱼。林默，你用虚拟号码伪装海外信号，真以为我查不到你的位置？你海外账户里的30多亿，我已经通过国际司法协作提交了冻结申请，24小时内就会被全部冻结。你跑出去，不过是进了我布的另一个局。陆景渊，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！你还是跟当年一样，一点亏都不吃。谁要得罪了你，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。彼此彼此。请问陆金渊先生在吗？我是陆金渊，你是？陆先生，我是律师事务所的周萌，这是陆子昂先生委托我交给您的，委托手续是我在依法会见时签署的，完全合规。这个逆子，他居然还有脸告你！他犯了法，还有脸告自己亲爹？我活了70年，从没见过这么混账的儿子。陆子昂先生说，如果您不答应他的条件，他就授权我向媒体曝光您假死布局的所有细节，相关通稿已经发给了多家媒体。他要告就让他告，法院又不是他开的。你疯了！一旦捅给媒体，全网发酵，对你的名声影响太大了。我陆金渊的名声不是靠一个逆子说了算的，他想曝光随便他，我奉陪到底。他想闹大，我刚好有事情摆到台面上，让全国人都看看他陆子昂到底做了什么。喂，老爷，陆子昂授权律师发布了相关内容。和陆金渊伪善枭雄已经冲上热搜第1，评论区全是骂您的。完了，这下闹大了，股价明天开盘肯定暴跌。钟叔，把我准备好的直播链接全平台同步推送，一个都不要漏。老爷，您要直播？现在直播不是火上浇油吗？他不是想让全网知道吗？那我就当着全国网友的面，把所有事情说清楚。我陆金渊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不怕任何人看。各位网友，我是陆金渊，针对我儿子陆子昂的所有控诉，我今天一一回应。我不逃避，不删帖，不买水军，真金不怕火炼。第一，我承认我装病躺进棺材布局，因为我再不布局，我打拼20年的金环集团就要被我亲生儿子拱手送给外人。如果是你们，会眼睁睁看着一辈子的心血被败光吗？3年时间，他给苏婉晴转账200亿，把3个核心项目以1/10的价格转给苏宏源，把估值5000亿的新能源专利技术泄露给林默。换作是你们，会纵容吗？第二，至于他泄露商业机密的刑事证据，已全部提交司法机关，最终以法院判决为准。从今天起，法律上我无法断绝父子关系，但在我心里，他已经不是我的儿子。他名下所有金环股份，全部依法收回。直播暂时结束，后续会给大家完整交代。出什么事了？陆子昂在看守所里突然陷入昏迷，转到医院抢救了。他因为涉案情节较轻，加上身体原因，已经办理了取保候审，现在在医院监护病房。昏迷了？人救过来了吗？有没有生命危险？看守所说，被发现时已经昏迷，正在医院抢救。但我总觉得不对劲。陆子昂贪生怕死，从小惜命，绝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你是说这是他演的戏？是林默。陆子昂出事，我就会被全网骂，逼死亲生儿子，身败名裂，股价暴跌。林默正好趁乱卷土重来，他这是一石二鸟，拿陆子昂博同情，彻底毁了我。他手都伸到医院里去了。钟叔，去查陆子昂今天见过什么人，接过什么电话，包括律师会见的全部记录，越快越好。是，老爷。抢救过来了，人醒了，没有生命危险。说，老爷。查清了，林默买通了医院的护工，给陆子昂加密手机，让他演苦肉计。我就知道林默这是要把我儿子当舆论的祭品。还有，林默通过磐石资本的海外通道，在离岸市场加了10倍杠杆，透了500亿人民币等值的美元资金，通过合规的 QF2 通道进场，已经开始在2级市场悄悄收购金环流通股，搞恶意收购。好，很好。林默这是铁了心要跟我不死不休，他加了10倍杠杆，
我看他到时候怎么死。你打算怎么办？500亿不是小数目，我们得提前应对。我有办法，他加10倍杠杆，就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。我只要轻轻推一把，他就会粉身碎骨。500亿，10倍杠杆，他赌上了全部身家。一旦拿到足够流通股，联合其他股东，真可能威胁到你的控股权。我们手里只有51%，他要是拿到20%以上，就能在董事会上跟你叫板。反收购预案不用，那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的笨办法。他想玩收购，我陪他玩。他加了10倍杠杆，我就让他输得连底裤都不剩。他的核心操盘计划，我早就摸透了。第一步，他之前砸200亿做空，被我的空单截胡，亏得血本无归。第二步，他不甘心，加10倍杠杆凑500亿，计划在股价低位抄底收购流通股和大股东股份，拿到投票权罢免我，再放出利好拉高股价套现金。他想买筹码，我就给他。我让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分批挂出小额流通筹码，不触发举牌公告线，让他的操盘手以为是散户恐慌盘，一点点把他的资金套进来。等他所有钱都投进去，杠杆拉满，我再放出新能源专利投产的重大利好，拉爆股价。我懂了，他之前的空单还没平仓，股价暴涨会让他的空单彻底爆仓，同时他用来加杠杆的保证金会大幅缩水，直接触发强制平仓，不仅拿不到股份，本金也会亏光。不然呢？通知操盘团队分批放出筹码，别惊动他，每次放一点，让他以为是自己运气好。是，老爷。你好好的退休生活不过，非要搞这么一出，你知不知道这半个月我有多担心？我不这么做，等我真的死了，这偌大的家业就真被这个逆子败光了。我做这些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是为了金环集团几万名员工的饭碗。陆京渊，你别得意，那个新能源专利一定是我的，我已经拿到了当年我爸留下的专利原件，咱们审判听见。你就这么淡定？他手里有专利原件？他手里的原件是假的，真的在我手里。他的所谓原件漏洞百出，他想起诉我，奉陪到底。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。专利原件，林默怕是疯了。那个专利是我和陆金渊带着团队熬了3年，花了10几个亿研发出来的。他爸连研发室的门都没进过，哪来的专利？他已经在知识产权审判庭起诉我们了，他就是想拖着我们，让专利无法落地，拖垮我们的资金链。那你还笑得出来？一旦去了审判庭，专利就没法正常投产，几百亿的投资压着，一天光利息就是几百万。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当年的研发全程记录，专利备案、证书，所有资料都整理好了，律师团队也待命了。他手里的所谓原件，连纸张年份都对不上，根本站不住脚。终于可以放下了。把所有研发资料、证书交给专业团队，再把当年林建军犯事的完整材料一并交给相关机构处理。是，老爷。陆金渊，有件事我一直没说。当年林建军的事，还有不为人知的内情。他当初的资金操作出了纰漏，并非私自挥霍，是被海外磐石设局误导了。林默只是他们推到台前的棋子，真正的幕后黑手是他们。他们的目标一直是我们的新能源专利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林默一个华尔街新人能有这么多资源和资金。老爷，当年林建军走后，我就查到了他是被磐石资本设局骗了，也跟您汇报过。只是您当时为了稳住公司，没有对外声张，只私下收集了证据。这次刚好派上了用场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合着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，是不是子昂出事了？陆子昂醒了，他说要见我，有关于林默和磐石资本的重要事情，只能当面跟我说。他肯定没安好心，说不定又是林默教的苦肉计。我必须去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我都要去看看。万一他真的知道什么，错过了就来不及了。安排车去医院，就带2个司机。好的。你来了，你要见我，什么事？爸。对不起，之前的事是我错了。林默让我演苦肉计，我才明白他根本不在乎我的死活，我只是他的一颗棋子。我今天叫你过来，不是求你放过我，是有很重要的事告诉你。林默根本没跑出国，出境的是他的替身，他现在还在临海，藏在城西的私人别墅里，有10几个保镖守着。他在公司核心团队里安插了内鬼，打算在3天后的股东大会上爆出你的黑料，联合股东罢免你。内鬼是谁？我不知道具体名字，林默只说是你最信任的人之一，跟了你很多年。陆金渊出事了，公司内网被黑客攻击，核心财务数据全部泄露，网上全是你当年海外投资的负面新闻，热搜已经爆了。内网被攻击，数据泄露？不对啊，林默跟我说3天后股东大会才动手的，他提前了，他骗我。他从来就没信过你，跟你说的话不过是放出来的烟雾弹，让我放松警惕。第一，公关团队立刻发声明澄清，依法起诉造谣媒体。第二，财务团队发布完整的第三方审计报告，澄清谣言。第三，技术团队修复内网，追踪黑客 IP， 揪出内鬼。你好好养伤，别再被人当枪使了。老爷，技术团队追踪到黑客 IP 了，
是从公司总部内网发出来的，用的是我提前给林墨开放的虚拟管理员权限。这个权限只能访问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假财务数据，碰不到公司真实的核心系统。攻击时间是凌晨3点，那时候您在医院。老爷，不是我跟着您30年，绝对不可能背叛您。我愿意接受所有调查，停掉所有权限。你的权限暂时保留，核心系统操作暂时交给秦岚。查清楚之前，你待在我身边，哪儿也不要去。是，老爷。林墨确实藏在临海城西别墅里，我们跟上了。不用抓他，他想在股东大会上搞事，我就给他这个机会，让他以为自己要赢了，再一网打尽。钟叔，通知下去，3天后的股东大会如期举行。老爷，现在开股东大会，不是给林墨机会煽动中小股东吗？我就是要给他们机会，只有在股东大会上，林墨和那个内鬼才会露出马脚。陆金渊，不好了！3个大股东发布联合声明，要求你立刻辞去董事长职位，他们已经被林墨拉拢了。3个大股东联合声明，是张总、李总、王总那3个老东西。当年我带他们白手起家，现在反过来咬我一口。就是他们3个，手里加起来有公司12%的股份，加上林墨偷偷收购的流动股，已经接近20%了。他们要在股东大会上发起罢免投票。20%就想罢免我？我手里握着51%的控股权，他们是疯了吗？可钟晓东已经被煽动了，他们说要把手里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林墨，已经签了协议，付了定金，股份过户要等股东大后完成，正式过户前投票权仍归原股东。他们已经把投票权委托给了磐石资本亚太区负责人杰森。他们想转让就让他们转，林墨手里那500亿更好让这3个老东西帮我套出来。他花300亿拿下这12%的股份，手里就只剩200亿。等套强会把钱打出去，我就放出新能源专利投产的利好，拉爆股价。他加了10倍杠杆，股价涨10个点就会彻底爆仓，血本无归。我明白了，我暗中推一把，让他们尽快完成交易。安排车去城西那个私人别墅，我要亲自去见见林墨。老爷，那里有10几个保镖，太危险了，您不能去。我陆京渊这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别废话，安排车。陆董真是稀客，我还以为你正焦头烂额处理烂摊子呢。我的公司没什么烂摊子，倒是你藏在这种地方搞小动作，不累吗？你不过是磐石资真推到钱的棋子，你爸当年就是被他们设局骗了，你现在为他们卖命，你爸在九泉之下能瞑目吗？你知道了又怎么样？你斗得过他们吗？3天后的股东大会就是你的死期，你最信任的人已经背叛你了，你的一举一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你说的那个内鬼到底是谁？想知道自己去查呀，那个人比你想象的更恨你。陆金渊，不好了，钟叔不见了，公司账上的20亿应急流动性被转到了离岸账户，这笔资金的划转提前通过了董事会应急管理预案的专项授权，全程合规可查。陆京渊，惊喜吗？跟了你30年的钟叔就是我安插在你身边的内鬼，他和我爸是拜把子的兄弟，跟着你30年就是为了替我爸报仇。为什么？钟叔为什么要背叛我？因为当年我爸跳楼，他是唯一在场的人，他跟着你30年就是为了等今天。你现在是不是很绝望？3天后的股东大会，我会拿着钟叔给我的所有证据，罢免你的董事长职位，接管京韩集团。你完了。林墨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赢定了？什么意思？你真的以为钟叔背叛了我？那20亿你能拿到手？从一开始，这就是我给你挖的坑。钟叔是我故意放你身边的。胡说八道什么？胡说八道。钟叔，你顺水推舟，假装被他拉拢。是，老爷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那20亿呢？那20亿走的是我提前授权的应急资金通道，转的是我安排的监管账户，钱根本没离开公司，你1分都拿不到，反而留下了合谋侵占资产的物证证据。你找钟叔的时候，他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我，我让他假装答应，就是为了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后手，背后还有什么人。老爷，林墨让我做的所有事，他和磐石财版的所有往来记录，我都完整保存着。另外，我提前在别墅围布好了双倍的安保力量，绝不会让您陷入任何危险。你敢耍我？就算钟叔是你的人又怎么样？我已经和3个大股东签了股份收购协议，3天后照样能罢免你。陆金渊，成了！那3个老东西刚和林墨签了协议，林墨已经把300亿打到他们的监管账户上了，他手里的500亿只剩不到200亿了，杠杆已经拉满了。听到了吗？你加了10倍杠杆。现在只要京韩股价涨10个点，你就会彻底爆仓，血本无归。你报警了？不然呢？我们早就针对你的犯罪事实立案侦查，现在证据确凿，拿到了逮捕令，就等你现身实施抓捕，法律会给你公正的审判。陆京渊，我不服，为什么你总能赢我？因为你太蠢了，满脑子都是仇恨，被人当枪使都不知道。老爷，终于把这个祸害解决了。林墨被抓了，但磐石资本和那3个背叛我的老东西还没解决。 3天后的股东大会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陆先生，您儿子情绪激动，扯掉输液管，闹着要见您，说有重要的事。这个逆子又要搞什么名堂？爸，你来了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扯掉输液管，不配合治疗，
你是不是想把自己折腾死？不是的，爸，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。林默被抓了，但事情还没完。磐石资本亚投区负责人杰森已经到临海了，他们打算在股东大会上对你动手，手里还有更狠的黑料。这件事我知道了，你好好养伤，别再折腾了。爸，对不起，等我出来，我一定好好做人，再也不给你惹麻烦了，我发誓。好好养伤。这小子是真的幡然醒悟了？希望是真的，人总要吃了亏才能长大。杰森已经到临海了，今晚约了那3个大股东见面，看样子是想接手林默没做的事。当年就是他们设局骗了林建军，现在林默失败了，他们要自己下场了。来了正好，20年前的账也该算算了。3天后的股东大会，我就在所有股东和媒体面前让他们看看，想动我的公司没那么容易。陆董，冒昧打扰，我是磐石资本亚太区负责人杰森，我已经拿到了张、李、王3位股东12%股份的投票权委托。作为潜在战略投资者，我想我有资格参加这场股东大会。12%，给杰森先生搬把椅子。陆董，最近贵公司的负面新闻和数据泄露事件，想必各位股东都看到了。你涉嫌违规操作，让公司市值蒸发上千亿，已经没有资格再担任董事长了。只要罢免陆金渊，我们磐石资本愿意注资500亿，带领各位股东一起赚钱。我们有全球最顶尖的资源和团队。罢免陆金渊。杰森先生，你不远万里过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些没有根据的谣言？你调查过我公司的财务状况吗？核实过那些所谓的数据吗？谣言？把我这里的证据投到大屏幕上，我这里有你违规操作的所有证据。这些资金去向不明，一旦监管介入，金安就会被退市，你们手里的股份会变成废纸。杰森先生，你拿着恶意剪辑的流水就敢说我违规？你们磐石资本在欧洲、在美国靠着伪造证据搞恶意收购，被罚了无数次。这套把戏现在拿到中国来玩，行不通。你这是伪造的证据，你们中国的审计报告不可信。伪造？这份报告全球可查，防伪码可验。倒是你在我公司股东大会上恶意诽谤、煽动股东，干扰公司正常经营。我的律师团队已经全程固定了证据。会议结束后，会立刻向法院提起诉讼，同时向监管部门举报。滚出去！拿着假证据骗人！杰森先生，你说要注资500亿，我们京韩集团账面现金超过800亿。根本不需要外来注资，你所谓的注资不过是想低价收购我们的股份，一步步吞掉京韩集团。我告诉你，在中国的市场，不是谁有钱就能肆意妄为的。支持陆董，让外国人出去。还有你们3个，当年我带你们白手起家，给你们股份，让你们从一无所有变成身价100亿，你们却联合外人背叛公司。从今天起，解除你们在公司的所有职务，收回所有分红权。你们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资产的证据，我已经提交给了法院和监管部门，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吧。各位股东，今天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宣布，在会议开始前10分钟，公司已经在网上同步发布了新能源项目投产的正式公告，各位股东现在就能查到。这是我们集团研发了20年的新能源专利，估值超过5000亿，现在正式进入投产阶段，预计未来3年能给集团带来超过1万亿的营收，5年内我们将成为全球新能源行业的领军企业。杰森先生，你涉嫌恶意诽谤、操纵证券市场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，请你配合调查。支持陆董，永远支持陆董担任董事长。谢谢各位股东的信任，只要我还在董事长位置上1天，就一定会带领京环集团越走越远。京环不是我一个人的京环，是在座所有人的，是几万名员工的。老爷，今天这场仗打得太漂亮了，现在网上全是正面新闻，公司股价已经涨停了，封单量超100亿。林默和苏家父女的案子怎么样了？审判厅已经宣判了，林默数罪并罚，判了15年。罚款5亿，苏宏远和苏婉晴分别判了10年和6年，都认罪不上诉。陆子昂是从犯，加上有自首情节，和您出具的谅解书，判了3年，缓刑4年。嘴上说要断绝关系，最终还是出具谅解书。从他提醒我磐石资本的阴谋开始，我就已经原谅他了。老爷，秦总说新能源项目的合作方已经全部敲定，下个月正式开工投产。让他全权负责。爸，谢谢你给我出具谅解书，我知道我不配，但
但我一定会好好反省，好好做人，不给你丢脸。我不是帮你，是不想别人说我陆金瑶的儿子一辈子活在暗地里，好好反省，别在外面惹事。金环新能源项目顺利投产，我亲自剪彩，公司市值一举突破万亿，我的名字再次响彻商界。4年后，陆子昂缓刑期满，4年缓刑期间，他潜心学习企业管理，第1年通过 CPA 专业阶段，最终不仅圆满完成考验，还顺利拿下 CPA 全科合格证与 CFA 证书。爸，我来了，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这么多年。来了就好，上车吧，回公司。爸，你还愿意让我进公司？你是我陆京渊的儿子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。以前的事过去了，以后的路怎么走，看你自己。爸，我想从最底层的实习生做起，不要任何特殊待遇。想进公司可以，但我不会给你任何特殊待遇。从实习生做起，能做到什么位置，全看你自己的本事。做不好，照样离开。我能做到。陆子昂以普通实习生身份入职。谢谢你啊，陆子昂。新来的实习生真不错，踏实肯干。凭借优异表现晋升并进入新能源项目组，仅获授权接触应用层技术参数，项目核心底层算法由我与秦岚独家掌握。老爷，不好了，我们新能源项目的核心技术泄露了，海外竞争对手拿到了完整的应用层技术资料，抢先在欧洲专利局申请了专利，比我们早了整整3天。核心技术泄露，还被抢先申请了专利。一旦对方的专利生效，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将面临巨额的专利授权费，甚至无法上市。怎么会这样？核心研发团队都是跟了我10几年的老人，不可能背叛。老爷，我们查过了，技术资料的发送邮件是从陆子昂少爷的办公电脑里发出去的，发件邮箱是他的公司内部账号 ，IP 地址也是他的办公室。这次在海外申请专利的公司背后控股方还是磐石资本。不可能，子昂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。他经历了那么多，好不容易走上正轨，不可能重蹈覆辙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老爷，可是证据确凿。你卖了我们20年的心血！都给我住口！事情还没查清楚，谁都不许动手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！爸，真的不是我，你相信我。我相信你。证据确凿，不能因为他是你儿子就包庇。我说了，我相信他。这件事我会成立专项调查组，彻查到底。在查清楚之前，谁也不准再污蔑他。如果是他泄露的，我第一个把他送到警方手里；如果是有人栽赃陷害，我也绝对不会放过。跟我来办公室。在技术泄露之前，你的电脑有没有别人碰过？账号有没有借给过别人？密码有没有告诉过别人？账号和密码从来没给过别人，只有3天前我去开项目推进会忘了锁屏，离开了10几分钟，回来的时候电脑没有异常。开会的人里有市场部总监张涛，他跟了我10几年。助手，立刻去查3天前陆子昂办公室的监控，还有张涛的所有行踪、银行流水、邮件往来。老爷，查清楚了。3天前陆子昂去开会后，张涛进了他的办公室，待了10分钟，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 U 盘，监控拍得清清楚楚。张涛半年前就和磐石资本有联系，对方给他打了5000万的好处费，他利用系统 bug 越权拷贝了邮件，用陆子昂的账号发送了资料，抹掉了记录，但服务器后台有他的访问痕迹。张涛，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抓捕。子昂，对不起，我们冤枉你了。爸，谢谢你，要是没有你，我这辈子都洗不清这个冤屈。清者自清。经过这件事，你要记住，商场上人心隔肚皮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留个心眼儿，这是最基本的。我记住了，爸。张涛因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我们也凭完整证据宣告对方抢注专利无效，追讨巨额违约金，全程合规。今天我正式退休，董事长之位交给陆子昂。他不负所托，带领集团稳步发展，成为商界知名青年企业家。没想到啊，你当年布了那么大一个局，不光改写了自己前世注定的反派结局，还把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你这一辈子值了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这辈子有你在身边真好。哎呦，爸，新年快乐！谢谢您当年没有放弃我，要是没有您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行了，大过年的说这些干什么？乖孙，新年快乐！爸，目前海外市场和新能源项目都在稳步推进，
新一代储能技术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做得好，不愧是我陆京渊的儿子。爸，当年我被人利用，将公司的核心机密泄露了出去，让您不得不假死布局。过去的事儿不用再提了，人这一辈子谁没走过弯路？重要的是躺进棺材里，不只是为了抓林默和苏家妇女，也是为了让你看清楚什么是真心，什么是骗局。现在看来，这步棋没走错。当年我骤然醒来，回到了命运的转折点。前世的我是注定身败名裂、不得善终的枭雄反派，说的败局早已注定，反派终究逃不过一败涂地的宿命。可我不信命，我用20年打拼，用一场假死布局，用一颗父亲的心改写了所有人的结局。所谓的既定宿命，所谓的前世定局，在绝对的实力和清醒的头脑面前，不堪一击。我的人生终于圆满了。